按，签名不签，就按手印儿。沈雅芝，我没时间陪你耗。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那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。你的名字？名字能当饭吃？你现在连药都舍不得买全，拿什么跟我争？沈老师还端着呢。哼，都离婚了，还想一个人吞拆迁款？他就这德行。以前在学校装好人，谁穷帮谁，36块学费，当年一个交不起钱的穷小子，他都能替人掏。现在自己快没家了，那穷小子呢？你喊他来救你啊！周董，拆迁公寓项目的负责人到了。36块。周董，3。沈雅芝，我最后说一遍。沈雅芝，你是？我是周建国。周建国？哪个周建国？建国集团董事长周建国先生。建国集团那个身家15亿的周建国？不可能，你就是那个周建国。刚才你问他当年帮过的穷小子在哪里，我现在回答你，我在这里。差1分都不能注册。我替他补。你认识他？从今天开始就是同桌了。他当年给我的不是36块，是一条路。周导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儿。我们已经离婚了。那就更清楚。离婚后财产纠纷、拆迁补偿权益争议，疑似胁迫签字，现场公开羞辱，逼迫当事人放弃权益。你别拿法律吓我！不是吓你，是通知你。周建国，你有钱就了不起？有钱不是了不起，趁别人落难，抢他父母留下的房子，逼他签掉最后一条退路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刚才他真让人家手了。沈雅芝，你别后悔。这句话留给你自己。刘先生，建国集团法务部明天上午会联系您，建议您保留好所有材料，不要销毁文件，不要补造证据。另外，拆迁办门口有监控，刚才的画面我们会依法申请调取备份。雅芝，这一次你不用一个人扛。建国，我在。志强，走吧。周董是吧？你能找律师，我也能找人。我表哥就在住建局。好，那就请你现在打。你什么意思？免提，让大家听听住建局的人是按产权资料办事，还是按你一句表哥办事。哥，我志强，光明路47号老宅拆迁的事儿，你帮我说句话。你在外面？对，朱建国也在。刘志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光明路47号产权人是沈雅芝，哥，拆迁登记权利人也是沈雅芝。你如果有证据就走程序，你如果没证据就立刻停止纠缠。哥，我不是。还有，别再拿我名义说事儿，我不认识你这个案子，也不会替你打任何招呼。产权清楚还敢抢，真以为别人不懂法？刘志强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该你的可以依法主张，不该你的1分也别想拿。如果你敢造假材料，律师会查到底。明天上午10点，安排沈女士做材料梳理，装修发票、施工时间、付款并证、税务流水，一项一项查。走吧，先离开这里。建国，我不能让你白帮忙。不是白帮，我缺一个人。教过30年语文，懂孩子，做事认真，还愿意替别人撑一把伞。沈雅芝，你最合适不过了。明天上午10点，律师等你。好。这照片。周董，刘世强刚才从拆迁办出来，去了老宅，他好像要撬门。掉头，报警，去光明路47号。沈雅芝，你想全拿，我让你一砖一瓦都拿不成。沈雅芝，你想一个人拿80万，做梦！志强，要不算了吧，周建国都报警了。怕什么？这是我住了20多年的家。
东西。你别乱砸啊！闭嘴！今天找不到房产原罐，我就把这里翻个底朝天。放下。刘志强，你凭什么进我家？你家？这屋子我也住过20多年。是的，这里有问题，你赶快过来。谁打的电话？我打的。现场有人未经产权人允许破坏门锁，擅自入房屋，并疑似翻找当事人私人资料。您是房屋产权人？我是。光明路47号产生记在我名下，更没有允许他撬门翻柜子。同志，你们别听他胡说，我和他以前是夫妻。现在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已经离婚。这房屋产权人是谁？我。那你破坏门锁进屋，经过产权人同意了吗？拿自己的东西需要铁钳撬锁？铁钳在门边，断锁在地上，屋内抽屉被翻动，桌上相框损坏。他手里刚才还拿着一个铁皮盒，拿出来。那是我爸留下的。先别动，我先拍照固定一下现场。你刚才在拆迁办门口逼他签放弃权益协议，半小时不到又来撬他老宅的门，翻他的资料盒。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我就是看见盒子以为有我的东西。现在你说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你觉得谁会信？你也别走，刚才现场你在不在？我就是陪他来的，我没撬门。凭什么做笔录？我又没偷东西。你现在涉及破坏门锁、擅自进入他人房屋、翻动他人财物，具体性质我们会根据现场情况和双方陈述依法处理，先配合调查。是他仗势欺人，就能让警察抓我？我们是接警后依法出警，现场怎么回事？不看谁有钱。刘志强，门锁是不是你撬的？工具是不是你的？是他拿的。你闭嘴！注意态度。警察同志，我真没动手，我还劝他别撬。是他说里面有房产原本，说拿到手沈雅芝就没办法了。这句话，现场执法记录应该已经录到了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你刚才在车上不是这么说的？你说只要把铁皮盒拿走，沈雅芝就证明不了房子是他爸妈给的。你还说她一个老太太吓一下就不敢报警。刘志强，请你现在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我没拿走东西，我也没真怎么样。没拿走，是因为我们来得快；没怎么样，是因为警察到了。雅芝，咱们好歹夫妻一场，你真要把事做绝？刘志强，我没有把事做绝，我只是从今天开始不再替你遮丑。门锁多少钱，该赔多少；相框坏了该怎么赔，你撬门翻资料该怎么处理，我都听警察和律师的。我不会闹，也不会骂，但我不会再算了。雅芝啊，你总算硬气一回了。这些年我们都看着呢，他以前来这屋闹不是一次两次。以前是我糊涂，不是糊涂，是你太要脸。可有些人就是专欺负要脸的人。周董，现场照片已经拍好，陈律师那边也联系上了。他说今天这个情况需要补一份报警记录和财产损害清单。另外，刘志强涉嫌企图转移或损毁关键房产资料，这一点后续可以作为他存在主观恶意的佐证。按程序办。建国，这个铁皮盒我想带走。先让保镖登记完，登记后你可以带走。今天这里不能再住了，门锁坏了，资料也不安全。我已经联系换锁师傅，半小时到。换新锁，门口加装监控，费用从项目安保预算走。不行，这是我的私事，不能走你公司的账。锁钱、监控钱我自己出，我有退休金，还有补偿款，后面也会下来，我不能什么都让你垫。好，你自己出，我尊重你。谢谢。明天律师梳理材料时，这个盒子很关键。你父亲留下的原件要全部复印配份，原件不要再放在老宅。我知道。周董，我是陈律师。周董，陈律师刚才初步查了一下刘志强那张装修发票，结果发票上的建材商行早在2007年底就注销了，可刘志强那张发票开具日期写的是2008年6月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他那张8万装修发票
很可能是假的。如果确认虚假，刘志强后续主张装修补偿的依据基本站不住。让陈律师继续查，所有证据走合法渠道，不要越界。明白。建国，我想告他。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以前我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些事你不处理，他就会一直追着你。这一次我不躲了。好，明天见律师。该调解调解，该起诉起诉，该报警处理的继续配合警方。我们一步一步走。我自己走，你可以陪我，但我自己走。这才是沈雅芝，这才是沈雅芝。我替他补。这个也带走。带走，这是证据，也是提醒，提醒我以后不要再给别人第二次撬门的机会。建国，你说刘志强会就这么认了吗？周董，派出强在做笔录时刚突然改消息，他说沈女手里的房产资料是伪造的。他说什么？还说当年老宅过户时，沈女士父亲神志不清。去医院档案室。医院？当年你父亲有没有住院记录？有没有体检报告？有没有单位证明？只要能证明他当时意识清醒，刘志强这句话就是自掘坟墓。找到了。那就让他继续编，他每多说一句假话，就多给我们送一份证据。不能查。这份档案半小时前已经有人来问过。谁？刘志强。他拿走了吗？没给，他说是家属，我们让他出示关系证明和授权手续。沈老师，我认识您，按规矩我们不能随便原把档案给外人，所以我才拦住了他。您好，我们这边已经报警留痕，也有律师介入。今天过来是为了依法申请核验沈女士父亲1989年的体检档案，需要什么手续，我们配合。身份证、房屋资料、亲属关系证明都带了。他陈律师已经捉的地方，我们也能想到，只是我们按规矩走，他不按。原件不能带走，但可以依法复印，加盖档案核验章。另外，当年这份体检不是单独一张，里面还有3份附页。3份？第1份常规体检报告，第2份神经系统检查记录，第3份医生手写询问记录，全部复印。第2份是单位陪同人员签字确认表。雅芝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我爸清醒。沈老师，这份记录很关键，至少能证明体检当天您父亲意识状态正常。再看第4份。赵主任，他还在吗？这个我们不清楚。我查。赵德良，现年76岁，住在清河县东升小区，电话也查到了。刘志强刚才来过，他虽然没有拿到档案，但在这里签了查询登记，用于证明刘志强在派出所作出相关陈述后，主动查询该体检报告，后续由律师依法提交。可以。谢谢。沈老师，该谢的是您。我女儿以前是您学生，她说沈老师当年从来不让班里同学笑话交不起资料费的孩子，谁困难您就说学校统一安排，其实很多钱是您自己垫的，好人不该被欺负。周董，沈女士在吗？陈律师，我在。派出所那边我刚沟通过，刘志强说您父亲当年神志不清，这句话已经进了笔录。现在我们需要尽快补充反证材料。我们拿到了。1989年医院体检档案、医生询问记录、单位陪同人员签字确认表，还有刘志强今天到医院查询这份档案的登记记录。够了。够了是什么意思？也能证明他知道这条线非常关键，所以提前来查过。如果后续继续散布，我们可以要求他承担相应责任。另外，他那张8万装修发票也有结果了，发票上写的清鲜县当年11月已经注销，刘志强提务部的发票日期是2008年6月。这张发票在形式上已经存在进一步核验，但作为民事调解和诉讼证据，这张发票的真实性已经高度定性了。刘志强想靠他主张8万装修款，基本站不住。沈女士，接下来有2件事儿：第一，明天上午来律所，把今天的材料全部归档，
第二，联系赵德良老人，他当年作为陪同人员签字，如果能出一份情况说明，证据链会更完整。我去，这是我爸的事儿，我自己去问。我陪你。你好，我们想拜访赵德良老人，关于沈怀柱先生当年体检陪同签字的事儿。老爷子也等这事儿很多年了。赵主任，我今天来是想问问1989年8月我爸去医院体检那……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你爸那天清醒得很，他不是去普通体检，他是怕以后有人说不清，所以特意让我陪着去。怕以后有人说不清？那时候你还年轻，老沈身体不算太好，但脑子清楚。他说你性子太软又太要脸，他怕自己走了以后那套房子没人替你守。有个东西我放了很多年，本来以为用不上，现在看来还是得给你。你爸当年把这封信放我这儿，他说如果没人欺负你，这封信就不用拿出来；如果有人欺负你，就让我告诉对方，光明路47号是他留给女儿的，谁也别惦记。雅芝，你爸当年说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心太软。如果将来有人拿你的心软欺负你，让我告诉你一句话，房子是给你安身的，不是给你忍气吞声的。赵主任，这封信我可以复印留档吗？就是给你的，我还可以写情况说明，我儿子帮我写，我签字按手印。谢谢你。别谢你爸，也谢你自己。这些年你教过那么多孩子，没人说你一句坏话。刘志强能欺负你一时，但欺负不了你一辈子。赵老，开始了。沈怀德当年意识清醒，房屋过户是本人真实意思，我愿意为此作证。害怕吗？不怕了，我现在只想知道刘志强还能编什么。又怎么了？大家评评理，一个老同学突然冒出来拿钱拿律师压人，这还是普通老百姓能讲理的地方吗？他既然把事情发到群里，那我就把证据一件一件摆出来，但不骂人，不卖惨，不添油加醋，我只发事实。好，我让陈律师帮你把措辞把关。雅芝，你不用现在回。要回，他既然把我推到所有人面前，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儿把事情说清楚。沈女士，网上回应要谨慎，不能情绪化，不能骂人，不能透露无关隐私。我知道，我教了30年语文，最会写事实。陈律师，我想回应。可以，但只说3件事：房屋产权事实，刘志强逼迁、撬门、散布不实信息的事实，后续依法处理。不要评价人格，不要用侮辱性词语，不要回应男女关系暗示。我只要求一件事，属于我的权益，依法维护。刘家强散布不实信息、撬门翻找资料等行为，依法处理。以上内容均有证据留存，后续由律师统一沟通。风向回来了。后悔发了吗？不后悔，我只是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记得我。38年前，我也记得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收了周建国的钱？志强，真别发了，再发下去，大家都知道你撬门了。沈雅芝不是拿他爸的亲笔信说事儿吗？那我就说那封信是假的。你有证据吗？现在律师、警察都盯着呢。证据是做出来的。老黄，我弄一份笔记灵异鉴定，就说沈怀仁不是本人写的，钱我给，越快越好。刘志强先生吗？有您的律师好。志强，别弄那个鉴定了，真会出事儿啊！他
们吓我，全都在吓我！他们吓我，全都在吓我！累吗？以前累，现在不累。以前他每骂我一次，我都在心里解释100遍，可我不敢说，也没人听。现在我知道了，解释给不讲理的人听没用，把证据留给讲规则的人看才有用。这话可以写进阅读中心第1课。沈女士，今晚的回应我看了，非常好，没有情绪化，没有越界。陈律师，他会不会就此停下？刘志强今天连续受挫，逼签失败，撬门被记录，发票存疑，群里舆论反转。他最可能从哪里下手？2个方向：第一，否认沈怀德当年真实意思；第二，伪造债务关系，说老翟当年欠过刘家钱。他出牌了。怎么了？是一张借条。别回复，明天一早做笔记和纸张年代鉴定。明天我自己去鉴定。他敢拿假的来压我，我就敢让真的说话。灯一照，露馅了。什么意思？这张纸不像80、90年代的纸，纸张纤维太新，还有人为做旧的茶水痕。笔记呢？沈怀德本人写德字，最后一点会往里收。这张借条上，最后一点外甩。这个笔压太均匀，像照着描出来的。照片只能初步分析，要定性必须拿到原件。他手里应该有原件。他敢发照片，就一定准备好了。那就让他拿出来。陈律师，昨晚那张借条照片，如果你主张真实，下午3点，请带原件到司法和解中心。凭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把它作为证据发给沈女士。我可以提交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让沈雅芝一个人来。不可能。下午3点，调解中心，我带原件去。如果原件鉴定是假的，会怎么样？提交虚假材料会有法律后果，情节严重，还可能进一步追责。他不是吓唬我，是在把自己往坑里推。那就见，我当面看着他把假的拿出来。志强，这东西真没问题。闭嘴！我不是说了不让他来？你没资格安排我见谁。借条原件带了吗？带了。这借条是真的。欠谁的钱？欠我爸刘成海。这张借条没有日期，你说有债，你得证明。刘子强先生，你今天提交新的证据。这是沈怀海当年写给我家的借条。这张借条没有日期，老辈人写东西没那么规范。没有日期，怎么证明发生在过户之前？我们这边也有材料，这些材料证明沈怀侯当年意识清楚。你说亲笔就是亲笔，那就一起鉴定。我的信、你的借条、纸张、墨迹、笔记全部鉴定，你敢吗？刘先生，是否同意鉴定？鉴定费谁出？我方可以先垫付，若材料伪造，后果由你承担。真的东西，怕什么鉴定？外面有位老人说他叫刘成海。畜生！畜生！同志，我来作证，这张借条是假的。爸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借过沈怀云5000块？您确认没有这笔借款？没有，我一个木匠哪来5000现金借人？昨晚他回家翻我以前的旧箱子，我今天才知道，他拿我的名义造这种东西。爸，我这是为了咱家争口气儿，争假证的气，争敲人家门的气。沈老师，我对不住你。刘叔，您不用这样。志强小时候也在你班上补过作文，那会儿我还说遇上好老师了。调解员，请将刚才情况记录在案。你们还想追究？对，我们以前夫妻一场，夫妻一场，所以我忍了很多年。可你拿我父亲的名义造假，也拿你父亲的名义造假，你欺负的不只是我爸，还有你爸。刘先生，请说明借条来源。我在家里找到的。哪个家？哪个箱子？借条原件是否同意留存鉴定？你已经提交了，现在撤回，需要说明理由。我说，你敢？我不想跟你一起被查。这张纸就是他昨晚做的，泡茶水、吹干，
靠边儿，签名是照着沈怀德亲笔信照片描的。不调了，拦住他！沈雅芝，你非要逼死我是不是？我没有逼你。刘叔，沈老师，对不住，你没有对不住我。今天您肯说实话，已经帮了我。我回去整理旧东西，有关老宅的都交给你们。你爸是好人，你也是，别再让人欺负了。今天这张借条基本翻车了。我知道事情还没完，下一步不只是守住房子，也要依法处理他的行为。我不想毁了他。依法处理不是毁人，是让他知道边界。周董又有情况。刘志强又怎么了？不是刘志强，是拆迁办那边有人匿名举报沈女士，要求暂停光明路47号补偿款发放。举报材料是什么？举报材料里附了那张刚刚翻车的假借条照片。现在去拆迁办，带上调解记录、刘成海证人，还有卷发女人陈述。我自己去。我是产权人，我去要求他们依法核验我的房子、我的材料、我的公道，我自己守。沈女士，有人举报这套房屋权属存在争议，按照流程，补偿款暂缓发放。沈女士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张借条半小时前刚在调解中心出了问题，现在他又跑到拆迁办来了。我是产权人，要求你们依法核验举报材料真实性。组织6青城海本人否认借款。对，他就是举报材料里所谓的周借人。他说借条是昨晚做旧的，至少目前这张借条不能作为暂停发放的有效依据。你们稍等，我去请主任。沈女士，您先到会议室坐。让我先问一句，匿名举报一来，不核查真伪就能直接暂停吗？暂缓不是终止，我们也是为了防止后续争议。防止争议，我理解，但争议不能靠一张存疑借条制造。假借条这个结论，目前还需要最终认定。所以我不要求你们现在定性，我要求的是依法核验前，不要单方冻结我的合法权益。先进会议室吧，我们当面核对。收到涉及权属争议的材料，我们需要谨慎处理。谨慎可以，但谨慎不是机械暂停，没有日期，没有出具人签字，没有付款凭证。刘成海本人真的来作证了？来了。他为什么会帮您作证？因为他说没有就是没有。产权来源、过户背景、知情人证明都在这里。刚才是谁先盖的暂缓章？是按举报流程先做标记。谁让你不做初审就盖？举报材料写得很急，说不处理就要追责。他说追责责就追责。孙主任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周董，您说。不要因为谁草门大，谁会举报，就让守规矩的人承担成本。这件事儿我们会重新核实。孙主任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我要知道他是怎么提交进来的。我们只要求确认递交时间、接收流程。把登记表拿来。刘建军是谁？住建局工作人员，也是刘志强的表哥。沈女士，这个情况我们会内部核查。我不要求你现在给结论，但我要这份交际表复拼件。不便提供，就请出具书面说明。复议，依法给当事人留存。沈女士，这份您收好。在没有新的有效证明前，不会仅凭这张借条继续冻结流程。请问需要多久？原则上3个工作日内。能不能今天出一份书面处理意见？今天？如果不及时说明，他还会拿补偿被暂停继续造谣。建议出具程序性说明，不评价实体，只说明处理状态。可以，起草说明。沈女士，这份说明您收好。
今天窗口处理不够严谨，后续会加强初审。我接受程序说明，但刘建军接收举报材料这件事，我要求依法核查。会核查，如果涉及违纪，会按规定处理。希望这不是一句场面话。接下来，先把今天的说明和登记归档，再调取调解中心完整记录，准备恶意举报和名誉侵权材料。好，累吗？累，但值得。保存原视频。这一次，不只是刘志强的问题了。这段视频够不够让他们重新查内部流程？够。那就查，谁压我的流程，谁就出来说明白。孙主任，我们要求立即保全今天2点到4点的相关监控。马上通知办公室，调监控，封存光明路47号相关纸质材料，系统操作日件，导出备份。孙主任，我还想问一句，您问。如果我今天没坚持查来源，我的补偿款是不是就一直被压着？我不想为难普通工作人员，可这不是一张单子暂缓，是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。这件事儿，我会亲自向上级汇报。我需要书面受理回真。视频会依法提交，但拆迁办也应先出具接收记录。沈女士，这份是材料接收记录，这张很重要。我知道。孙主任，你找我？他们怎么还在？解释一下。我就是正常接收群众举报材料。我找人把流程压住。视频不完整，前后语境被剪了。所以我们建议调取完整监控。刘建军，从现在开始，光明路47号相关事项你回避。凭什么？凭你与举报涉及人员存在亲属关系，凭你出现在视频里。沈老师，咱们都是老熟人了。你视频里说补偿款一停我就急，我确实急，但我急不代表你可以拿流程卡我。刘建军，你是工作人员，你不是刘志强的律师，更不是他的打手。周董，你这话严重了。严重不严重，看调查。这件事儿，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主任，监控调出来了。6分钟，这就是你说的正常流程？我只是提醒他们重视。监控就在这里。孙主任，我们要求监控原始文件封存。原始文件会封存，你们可依法申请调取。我还要补一份情况说明。需要我帮您起草吗？这次我自己写。这份我也会一并归档。今天非常关键，我们恢复了审核，也锁住了恶意举报和内部干预的证据。接下来呢？刘志强会更被动，如果他继续闹，就是加重责任。他不会停。还有什么突破口？周董，刘志强刚刚去了社区阅读中心。他去那里干什么？他说沈女士靠关系入职，还说公益项目安置私人关系。去阅读中心。我自己去。他说我靠关系，那我就让所有人看看，我到底靠的是谁。沈老师，这是真的吗？建国，我来说。看见没有？他一出事，周董马上就来。我会解释。拿几本破本子就能证明你不是关系户？能不能证明，看完再说。我入职21天，累计接待孩子186人次。每天放学后4点到6点，我带孩子读书、认字、写阅读卡。这是我儿子。沈老师还教我写乐。这能说明什么？会写几个字儿就不是关系户了。那就看岗位说明，这些是岗位要求。我的月工资3800，不是项目分红，也不是私人给钱。确实是岗位合同。这么合适，为什么偏偏是他？刘志强，你在我们阅读中心门口闹够了吗？王主任，我是替家长说话。私人安排，那就看流程。
沈亚芝确实是周董推荐的人。大家听见没有？他承认了。我还没说完，推荐之后还有社区项目组家长代表共同审核，30年语文教学经验，社区志愿记录，7天试岗达标。这7天试岗是周董替他上的，我填过，我给的是优秀。推荐是入口，留下靠本事。刘志强，你说我靠关系，我靠的是30年讲台，靠的是每天2个小时，一个字一个字陪孩子读，靠的是正常合同、正常考勤、正常职责。我没拿不该拿的东西。也没用假东西抢别人的真权益。你敢说你没收过家长钱？刘志强，说话要有证据。证据，我有。我没有收到过这笔钱。你当然会删记录，那笔钱不是给沈老师的。爸，我是婷婷爸爸，那500块是我转的。头像是盗用沈老师照片，实名不是沈雅芝。收款实名最后一个字是强，你胡说！叫强的人多了，有人加我微信说不交资料费，孩子以后不能来。没关系，可以报警，流水、账户、聊天记录都能查，截图谁发给你的？你怎么确定是沈女士收款？报警！你们别听他们的，我就是转发，你们限制我自由。没人限制你，但你现在最好留下说清楚。沈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没问清楚就信。你也是为了孩子。阅读中心每天都开，不交钱也能来。现场视频、转账记录和聊天私图都在这里。我就是转发，我没收钱。具体是不是你？查流水，你现在需要配合调查。沈老师，今天让你受委屈了。不是委屈，是提醒。以后要加一条公告，任何收费必须社区公示，私人账号收款一律无效。我马上做。沈老师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们不该怀疑你。沈老师，明天还能来吗？每天都开门。今天你做得很好。还不够。哪里不够？他已经不只是抢房子了，孩子、家长、社区，他都会继续拿来做文章，直到把我彻底搞臭，把我彻底赶走为止。沈女士在吗？我在。派出所反馈，冒充沈老师收款的账号确实不是您，但收款实名也不是刘志强，是刘志强的儿子刘浩。刘浩？刘浩今晚买了去省城的车票，警方正在联系他。告诉警方，我配合调查，谁收的钱，谁出来说清楚。省筹方向列车，检票马上停。刘浩。沈姨，沈姨，刘浩，请你配合调查。我没跑，我就是去省城上班。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？婷婷爸爸那500块是不是进了你的账户？是。你真收了？我没想骗你。你改头像说不交资料费，孩子不能去，这不是骗是什么？沈姨，我真的没想害你。账号是谁让你改的？主动说明和被查出来不一样。我爸，他说只要有人举报你收钱，你就干不下去了。光明路47号是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，那不是你爸的钱，也不是你的钱。你小时候我教你第一课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拿。记得。那你为什么还做？我爸说我不帮他，以后别认他这个爸。刘浩，请你打开与刘志强的聊天记录，你可以配合，也可以等警方依法调取。他说侦查起来让你自己扛。你收了500，冒充我的名义，这些事儿你要自己承担。我知道，钱我退，我配合调查。道歉是你该受的委屈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完了。你要对婷婷、她爸爸、阅读中心的孩子和家长道歉。可以借，但不要倒，但不要诱导如实对话。我们在场记录。你到省城没？别接陌生电话，
要是警察找你，就说账号是你自己弄的。爸，你让我顶。你年轻，又没真骗多少钱，我不一样。昨晚是你让我改头像，让我收500，让我截图。刘浩，你在哪儿？你旁边是不是有人？爸，我在警务站。刚才通话内容，请依法记录为调查线索。会记录。沈爷，我不跑了。那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我说，我怕我爸以后都推到我身上，所以偷偷录了几段。什么时候录的？昨晚还有今天早上，他让我做账号，也让我别提假借条。假借条？假借条？有没有提刘建军？有。你表叔那边我打过招呼了，材料先递进去，让他们盖个暂停。只要沈雅芝急了就好谈。阅读中心那边也得闹，他现在最怕丢工作。这不就是拿孩子做局吗？至少能作为主观恶意和连续施压的重要线索。这些我都交，我愿意作证。你想清楚了？我做错了，但我不能继续错下去。沈姨，我能不能去阅读中心当面给婷婷道歉？能，但不是今天。先配合完调查，等事情说清楚再去。好。以后别再让别人替你决定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刚才没有心软。心软了，但心软不代表替他遮错。你还是那个沈老师。沈女士、周董，有一段录音，建议你们马上听。还有，阅读中心只是第一步。明天早上我去教育局，就说36元助学计划是假公益，他们不是要办助学基金吗？我让他们开不了张。明天早上9点，教育局，他很可能提前去闹。那我们也去。谁敢给周建国的基金盖章，谁就是帮他洗名声。刘哥，镜头开着呢。一个身家15亿的大老板，打着36块钱旗号搞助学。刘先生，有举报材料可以提交，不要在办公区域大声喧哗。我今天就要问一句，这种基金凭什么让沈雅芝参与？来的正好，你敢说这个助学计划跟你没有私人关系？有，听见没有？他自己承认了。38年前我帮过一个交不起学费的同学，这是关系，但不是你嘴里的脏关系。今天我带了3份材料，方案、监管流程，还有你昨晚亲口说要毁掉计划的录音。什么录音？你们非法录音？录音已提交警方，今天播放是说明你举报的主观动机。各位，有材料按程序说，办公区域禁止随意拍摄未授权人员，请停止拍摄。我实名举报，周建国就是借基金洗白房产纠纷。你说沈老师私下收费有什么依据？证据在这儿，家长都转钱了。这件事昨天已报警，收款账号不是沈雅芝本人，也就是刘志强的儿子。那是刘浩个人行为，跟我无关。把头像换成他阅读中心那张照片，别收多，500就行。收完截图给我。刘先生，这段录音你怎么解释？剪辑的，他们剪辑陷害我。同一个假证据，你到底准备用几次？这只是一个问题，还有家长联名举报，这些家长都反对。这些家长都确认过吗？这不是签名，张小雨妈妈的名字写错了，婷婷爸爸的手机尾号也错了，顺序跟阅读中心第1周借阅登记一样，连备注顺序都一样。何主任，光明社区阅读中心的家长来了。这不是我签的，我也没签。我不识几个字，谁替我写的？你们懂什么？我是在帮你们防止被利用。我们有没有被利用，我们自己会看。沈老师没有收过我们任何费用，孩子借书、读书、写阅读卡全免费。如果后续需要监督，我们愿意参加。何主任，我也提交一份材料。这个计划还没有正式启动，今天只是做合规咨询，资金进专项监管账户，不进入任何个人账户，名单由学校、社区、教育部门共同审核。这份方案很完整，还不够，所以今天来就是请你们把关。何主任，我也说明一下，我不担任资金管理岗位，不决定确定资助名单，我愿意做阅读陪伴、材料初审协助和后续学习更推进。原则上支持启动前要补充3项材料。资金岗位，沈老师建议回避。至于刘先生今天提交的举报材料，我们会记录，如涉嫌伪造材料、恶意举报、扰乱办公秩序，将依法移交。你们都帮他，有钱人说什么都对，是不是？我们看的是材料，不是谁有钱。现在家长就在这儿，我们不需要你替我们造假。刘先生，您今天提交的材料建议不要带走。材料留档。
刘志强，请你配合调查。我刚才不是已经还有刘浩提交的新录音？沈老师，助学计划什么时候开始？等制度补全，等审核通过，等每一笔钱都能被看见。那我们家长支持。以后需要家长监督，我们也可以参加。